成为知名作家后，儿子在采访中隆重感谢了所有家人，却独独对我阴阳怪气，感谢妈妈的纠缠，才让爸爸和周婉阿姨错过，遗憾一生。正因如此，我才想在书中给他们一个完美结局。采访播出后，我被网暴，恍惚之下被车撞死，再睁眼回到了第一次发现老公偷偷带儿子去和周婉约会那天。这次我没哭没闹，安静地把离婚协议书推过去。我不会再为了家庭牺牲事业，更不会为了白眼狼放弃自己。有意思吗？承认周婉阿姨比你好很难吗？儿子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我的腰磕在柜子上，尖锐的疼让我清醒过来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恍然回过神，我重生了。重生在齐星第一次带儿子找周婉约会的时候，周婉是齐星的初恋。大学毕业时，周婉跟着富二代远走他乡，抛弃了齐星。现在他回来了，齐星又开始蠢蠢欲动。儿子看我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，扭头把我化妆台上的所有东西都摔在了地上。快点放我走，我要去见周婉阿姨。我看着养育了17年的儿子，17岁，不是小孩子了，起码应该有基本的是非观了。你爸出轨周婉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他眼神闪躲了一下，转头又梗着脖子振振有词。你心脏就看什么都是脏的，他们不过是关系很好的朋友罢了。我捏了捏拳头，把手机里的截图拿出来给他看。朋友会说爱你，会说亲亲抱抱，会发那种恶心的图片来。儿子看着眼前的东西，忽然发怒，一把将我的手机摔在了地上。那还不是怪你，你这么丑又这么无趣。周婉阿姨年轻漂亮，还是作家，是个人都知道选谁好吧。齐星在一旁看戏看够了，得意地冲儿子笑，然后扭头对我一脸不耐。行了，我也是为了儿子，他想写作，周婉刚好是作家，以后对儿子也多有帮助。何况我是个负责任的人，就算我爱周婉，我也会负起我的责任，不会和你离婚的。说着，他就要推开我，带着儿子往出走。前世我拼命阻拦，最后却让儿子和齐星彻底恨上我。这次我不想管了，至于这个儿子，我也不想要了。我给你一次自由选择妈妈的机会。儿子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问，但是很快他就用坚定的语气做出了回答，当然是让周婉阿姨当我的妈妈。我笑了笑，点了头，可以，以后周婉是你妈了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话一出口，儿子和齐星一起变了脸色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要和儿子计较吗？我摇摇头，看向齐星，齐星，我们离婚。儿子的眼神瞬间亮了，抓住我的胳膊，一脸开心地问道，真的吗？那周婉阿姨是我妈妈了。齐星从地上站起来，想发脾气，听到这句话却愣住了。你不是小孩了，能不能别动不动用离婚威胁人？我告诉你，如果离婚，儿子一定是我的，大不了我今天不去了。你开心了吗？满意了吗？儿子的脸瞬间耷拉了下来，一脸不满地看着我，好像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我竟然为这样的孩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上辈子，齐星用儿子的抚养权威胁我，忍气吞声流了下来，因为我知道齐星这个人不可靠，只要我离婚，他立刻会和周婉生二胎，到时候儿子能得到的东西就会大大缩水，所以我强忍悲伤，留在儿子身边，照顾他的一日三餐，替他筹划未来。我忍受着齐星的背叛，儿子的不理解和伤人的话，只期待他长大后能理解我的苦心。终于，我看着他上了大学，家里的财产也都顺利交到了他的手里。可是大学毕业那年，儿子出了一本书，成为知名作家后接受的第一个采访，他隆重感谢了家里所有人，却独独落了我。他还在采访时公开宣布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书中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我爸爸，而女主角是从小对我很好的周婉阿姨。他们因为妈妈的纠缠错过了一生，所以我想在书里给他们完美的结局。采访播出后，周婉在自己的微博中写出了自己和齐星的爱情故事，她把自己和齐星塑造成了一对苦命鸳鸯，而我能嫁给齐星，都是因为我用孩子要挟。我因此成了所有人眼中的反派，被网暴开河，恍惚之下被车撞死。我死后，儿子却高高兴兴地拿着我的命换来的赔偿金，给周婉和齐星买了大房子，亲热地喊着他们爸妈。那时的我只剩一缕怨念飘在空中，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只觉得可笑。我过往的付出只不过是可笑的自我感动罢了。如今有幸得以重活一回，我从包里拿出那份被自己妈撒了千百遍的离婚协议，放在了齐星面前。离婚吧，齐星，你可以去追求真爱了，我也不用再当阻碍你找寻真爱的坏人了。儿子，我们以后也没有关系了，以后别再找我了。儿子立刻笑了起来，他急忙从自己的书包里找出笔，塞进了齐星手里。爸爸，快签好耶！我要告诉周婉阿姨这个好消息，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了。齐星拿着离婚协议还想威胁我，你可想好了，离婚我是不会让你带走儿子的，儿子我不要，夫妻共同存款我也只要50万，如果你不给，我不介意去你和周婉的单位走一走。周婉奉行快乐教育，他会带儿子去采风写作的。齐星拿着离婚协议磨磨蹭蹭的，就是不肯签字。我冷笑，原来他也知道现在的快乐教育是行不通的呀。儿子有当作家的梦，但是写出来的东西真的狗屁不通，投稿屡屡失败。我舍不得看他伤心难过，就给他报了专门的辅导班，让他学习写作基本功，
可是很快，儿子就有些烦躁，他觉得高中课业繁重，辅导班更是加重了他的负担。正好周婉出现了，他打着快乐教育的名头，带着儿子去疯玩。他还说，作家最重要的是天赋，是从生活里获得的灵感。我坚持认为，儿子要学习写作的基本知识，但是他只要学习不顺心，就回家拉着齐星一起和我吵架。见我铁了心想离婚，齐星竟直接打电话把周婉叫到了家里，以为这样就能逼我就范，让我跟以前一样隐忍。周婉在一旁声音响亮的给儿子班主任打电话请假，说是要带儿子出去采风。我瘫在沙发上，假装自己是个聋子。刚刚在租房软件上看了一个房子，有着大落地窗和宽敞舒服的书房。我和周婉都是文学系的学生，当初上学的时候，我的成绩也很好，也有很多文章发表。但是后来我结婚生子，被日复一日的琐事缠绕，有时候想提起笔写作，但是这个家里有餐桌儿子的课桌麻将桌，却独独没有我的书桌，所以我要给自己一个宽敞明亮的书房和一张书桌，帮助自己重新开始写作。中介很快联系了我，要带我去看房子。周婉已经帮儿子请好假，假惺惺地走到了我面前，青青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他们父子两个都太喜欢我了，没事，毕竟狗改不了吃屎的本能，你倒是也不用为成为屎而骄傲。他脸色瞬间变了，儿子还想帮他说话，我顺手也给了他一个巴掌，生块叉烧都好过生他，既然那么爱，就赶紧催齐星签离婚协议。说完我就换鞋出门，齐星在后面冲我喊，你去哪？家里一片狼藉，你不收拾，收拾你爹的坟头。我啪的一声关了门，路上遇见邻居问我去哪，我就说小三找上门来，我儿子正缠着三儿叫妈呢，所以我给他们一家三口腾地方了。以前为了儿子的身心健康，我处处忍让，结果忍到最后，幸福快乐都是别人的，我得到的只有乳腺结节。所以重生以后，我要仰天大喊，别欺负老实人，家丑已经被狠狠扬了出去。我带着齐星的卡去逛了商场，1万的书桌买，2万的电脑买，500的饭吃，抠抠搜搜许多年，省下的钱都给小三了。以前的我是大傻逼，但是现在我觉醒了。每吃完饭以后，我又做了一个 SPA， 正打算去5星级酒店享受，才发现自己没带身份证，我只能遗憾地穿着新衣服再回狗窝一趟。回去的时候，齐星正黑着脸坐在沙发上等我，儿子和周婉在书房，不时有欢声笑语传出来。这个时候不应该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坐在一起吗？等我干嘛？还有，离婚协议到底什么时候签？许清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看着眼前的狗男人，我深呼吸再深呼吸，但是忽然就爆发了。我冲进厨房，拿了一把刀出来，直接劈在了他旁边的沙发上，刀子把他裤子刮下来一块，他大腿上还流着血。我过分？我怎么过分了？你把小三都带进家里了，你有什么脸说我过分？齐星愣愣地坐在沙发上，他被我吓到了。我扔下包，脱下高跟鞋，直接冲着他的脸砸了过去。说话我为你们操持数十年，为你们放弃工作生活，结果你带着小三登堂入室，儿子缠着小三喊妈，你告诉我谁过分？齐星被我打得抱头鼠窜，我气不过，直接一把大门拉开，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邻居，我直接把人全招呼了进来。来，大家给我评评理，谁家日子过成这样啊？我一脚踹开了书房，把周婉和我儿子的样子暴露在众人面前，上赶着把小三当妈的儿子，也就这一个了吧。儿子难堪的大喊一声，想把门关住，但是却被围观群众堵住。白眼狼，白养这么大儿子了，这父子俩没一个好东西，不要脸的狐狸精。3人被围观群众你一言我一言说得满脸通红，儿子却狠狠瞪着我，我抄起旁边的扫把，冲着他的脸狠狠抽了下去。小兔崽子，还是以前我打的少了。周婉说着让我别打，却立刻蹦到了一边。儿子还让周婉走远点，免得我发疯伤到他。蠢货，别长脑子了，青青，快离婚吧。围观的大娘也被惊到，给我留下这句话后也走了。我拿出离婚协议拍到了他面前，最后一次离婚，爸，赶紧离婚，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贱女人了。我要周婉当妈妈，她会带着我去采风当大作家，而不是把我困在辅导班里消耗我的灵气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什么辅导班，我不上一样能当大作家。心里又有点烦躁，我抬手又是一耳光，这下舒服了。蠢货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有一个好爹，然后拿出一堆垃圾去当大作家的。达芬奇那么牛逼，不也是从画了无数个鸡蛋开始的？儿子推着齐星签字，快签，他自己要滚的，爸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齐星的后路都被堵死，只能拿着笔在离婚协议上签了自己名字。我露出微笑，给儿子竖起大拇指。第二天一早，儿子就带着周婉去催齐星和我办手续，去民政局办好手续后，还要再等1个月冷静期来确认，我们才算正式离婚。大约害怕我去单位闹，50万还是到了我的账上。我去了新房子，儿子从学校请假，跟着周婉去了外地采风，结果出去玩了2周，儿子一篇文章没写出来，反而为了和周婉一起滑雪摔断了腿。齐星立刻给我打电话，把儿子的伤情告诉了我，似乎笃定我会心软。儿子现在疼得不行，你快回来照顾他。但是人怎么能在一个问题上犯2次错误呢？我直接挂了电话，疼就去医院。我又不是大夫，
齐星气得要死，只能自己去照顾儿子，而周婉借着出差的名义早就躲开了。儿子从小就娇气，每次生病都把人折腾得人仰马翻，齐星照顾了一天就发飙了，他狠狠冲儿子发了火，还不停地给我打电话，你是他妈，照顾儿子是天经地义的，脑子不好去看看，他妈是周婉。挂断了电话，我伸了个懒腰，继续打字。我新发了一个长篇开头被编辑捞了，现在已经上架签约了，他们鸡飞狗跳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等1个月后拿离婚证就行了。再次去民政局那天，齐星没来，我迫于无奈回了趟狗窝。儿子躺在床上看我回来了，对我吆五喝六，快扶我去洗澡，我要吃糖醋排骨蹄花汤。我抱着手臂看着他，我离开1个月，他黑了也瘦了，头发乱糟糟的顶在头上，衣服也一股馊味，看着和路边的流浪汉没有什么区别。儿子最爱干净，也不知道腿断了这1个月他是怎么过的。你听到没有啊？快点！他看我没动作，把手边的一个摆件直接冲着我砸了过来。如果是以前看到他生病，我一定会心疼的不得了，恨不得自己代替他生病。上次他生病住院半个月，结果出院后还胖了3斤，而我却因为照顾他太辛苦而瘦了10斤，黑眼圈快掉到下巴上了。齐星推门进来，大声说着儿子最近生病有多难受，落下的课程有多少。我抱着手臂在那里给自己拿了一个橘子吃，看我这个样子，齐星急了，他已经1个月没去学校了，高3的一轮复习都结束了，这次的线上考试，他语文才考了80，作文甚至没有及格。儿子不愿意了，大声地嚷了起来。周婉阿姨说了，真正的天才都是要跳出现有的评价体系来看的，你懂什么？齐星勃然大怒，直接把手机摔在了儿子身上。80的语文，你还上不上大学了？天才不用上大学也是天才，这是周婉阿姨说的。周婉，你是不是没脑子？哼，看来齐星也知道什么对儿子是真的好。可是以前在我催儿子去上补习班的时候，他还是会鼓吹快乐教育。现在我不做这个恶人了，他急了，我嗑瓜子嗑得开心，看着两人吵得难舍难分。这时候周婉进来了，带着一束鲜花放在了儿子身边。齐哥，这是怎么了？齐星正在气头上，看见周婉这个样子，想都没想转过来就吼了他。你还好意思问？你把人带出去摔坏了，就扔下不管，你这会儿来干嘛？周婉的眼泪说来就来，立刻抓住了齐星的手。齐哥，我出去也是为了给小树找出路啊。好，你倒是给我说说，你找了些什么？有节目组想打造一个写作天才，他们对小树很感兴趣。儿子噌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双眼发亮地盯着周婉，握着周婉的手不撒手。真的吗？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，不像我妈。他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拉着周婉的手献殷勤。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周婉绝对没憋好屁。果然，他下一句话印证了我的猜想。但是节目组说天才就是要与众不同，所以小树要休学。这话一出，齐星和儿子都愣住了，两人下意识地看向我，好像是在期待我的回答。我扔掉了手里的瓜子皮，挥了挥手，别看我，我今天回来主要是找齐星领离婚证的。你，齐星的脸迅速阴沉下来，转身想朝我过来，周婉却拉住了他，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。你是说真的？真的，我这段时间确定了，才敢告诉你。齐星一脸狂喜，迅速忘了还在原地的我。儿子一脸迷茫地看着两个人的互动，扭头看向我，他们在说什么？我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恐怕生了一个傻子。齐星一改刚才的态度，迅速同意了周婉的要求。好，让儿子去退学，不上学我儿子也能有大出息，到时候让其他人都看看。儿子没想到齐星会支持他，感激地抓住了齐星和周婉的手。爸妈，我会努力的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。3个个怀鬼胎的人站在一起，我又提起了正事，赶紧的吧，去领证。托周婉的福，这个离婚证还是有惊无险的领了下来。然后周婉就带着齐星迫不及待地去领了结婚证。趁着齐星去厕所，周婉冲我炫耀：青青，我也不是故意要在今天和齐哥领证的，只是他太爱我，太着急了，我见不得见人开心，扭头就赏了他2巴掌。周婉，你的债主今天找上门了，所以你赶紧好好想想，这个孩子能帮你要到齐星多少钱，或者我们猜一猜，齐星知道你是被你前夫净身出户，而且你还因为赌博欠一屁股债后，他对你又会是怎么样呢？他脸色苍白地倒在了地上，满脸惊讶地看着我，似乎在惊讶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我这辈子重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上辈子齐星带着儿子去赴约，但是被我半路给喊了回来。周婉在那天偶遇她的前夫，2个人又勾搭上了，还有了一个孩子。凭借那个孩子，周婉得到一笔钱，还清了赌债，并且还剩下了一笔钱。可是我重生，她被齐星喊到家里，错过了和前夫的相遇，而且这次她的债比上辈子更多。最近她消失的日子也不是什么去采风，而是又去赌了，所以她才迫不及待地想毁掉儿子，这样她才能拿到齐星所有的钱。可惜齐星自己也是个穷鬼，他的大部分存款已经被我拿走了。好自为之，别再挑衅我，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会有什么事。我拍了拍他的脸，带着离婚证离开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在网站上晒出了自己的离婚证，并且怒更2万字，收藏和点击数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。
我和编辑喜笑颜开，重新审了一下后面的大纲，确定了后面的写作方向。儿子听了周婉的话，真的退学了。他班主任的电话打到了我这里，我给挂了。尊重他人命运，这样的蠢货，神仙都难救。儿子被送去节目组的前一天，还在给我发消息挑衅我。我很快就要成为天才作家了，到时候你最好别求着让我回来，等我出名，我一定要让我最喜欢的程野给我亲钱。他说完就挂了电话，我有些迷惑地皱了皱眉。可是程野就是我呀。编辑正好给我发来了消息，你的文爆了。没想到一夜之间，我的文竟然冲到了榜首，而且还被大 V 转发了，甚至已经进了热搜前3。还有导演来联系我买版权，我受宠若惊，急忙和导演联系。很快导演就和我签订了合约，网站还邀请我去今年的颁奖典礼。我忙得脚不沾地，每天都在写稿改稿，谢绝了许多采访，只为了能写出最好的小说。儿子和齐星都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。等再见到儿子，他已经换了一副模样。网站典礼在年末，我特意换了一身旗袍，还给自己做了一个造型，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。没想到刚下车就听见有人喊我，我随着声音看过去，一个又黑又瘦的人在向我挥手。他看到我看过来，急忙抓住了我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打扮得这么风骚，离开我爸你就迫不及待找男人了吗？我仔细辨别了半天，才看出来这是儿子。你这是去当乞丐了，这就是你给自己的成年礼。他没说话，我让人替我查了一下才知道，原来周婉说的天才少年根本就是骗他的。周婉把他送进了一个直播公司，让他每天对着镜头当小丑，有时还要搞擦边，蹦擦擦蹦擦擦。直播公司不把人当人看，儿子累得又黑又瘦，但是钱却全都给了周婉，自己连吃面加个蛋的钱都没有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换了一个问题，儿子却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我来看成野大大。他虽然在婚姻里搓磨了很多年，还离了婚，但是依然展示出了过人的才华，不像你，只是一个庸俗又风骚的家庭妇女。儿子对我态度还是很差，我其实不明白，我对他掏心掏肺那么多年，他到底是为什么要那么对我？但是现在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颁奖典礼开始了，主持人拿起话筒开始 Q 流程，让我们请出今年的网站新秀程野，大家欢迎。会场的灯光落在了我身上，大家疯狂地鼓掌。我扔下目瞪口呆的儿子，昂首挺胸地走进了会场。他从前看不到我的付出，也看不到我的才华，现在也不用看到了，我自然会有我的天地。程野首次露面，这个标题爬到了热搜前5，许多人说我又有才又漂亮，无数的赞美向我涌来。齐星也给我打了电话，青青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和你离婚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妻子是周婉，别他妈的给我提这个贱人。齐星愤怒的一拳砸在了桌子上，原来周婉和他结婚以后，就设法把自己的赌债变成了夫妻共同债务。齐星终于发现，周婉不仅没有从前夫那获得财产，还欠了一屁股债的时候已经迟了。那些欠债的天天堵在齐星家门口，还威胁他如果不给钱就去齐星单位闹，让他连工作都没有。齐星想离婚，可是周婉怀着孩子还不同意离婚，两个人只能死死绑在一起，然后互相怨恨和指责对方。对此我的评价是活该，贱人就应该紧紧绑在一起，少去祸害别人。但齐星和儿子知道我是程野后，却像赖皮狗一样狠狠缠上我。我刚走到租的房子门口，就看见齐星带着儿子跪在了我的面前。青青，我错了，妈，我错了。两个人当着我的面痛哭流涕的道歉。我默默拿出手机点开直播，找了一个刚好能拍到他们的角度。我再说一次，周婉现在才和你们是一家人。你不知道，周婉那个婊子骗了我，现在我每天都被追债的赌，我工作都被他给弄没了。他还说什么天才少年，那也是假的。我现在被直播公司逼着直播，根本没法写作。妈，你帮帮我！我抱着手臂，看着痛哭流涕的两人，心里只有畅快。这会想到我了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出轨周婉，都是他勾引我的。妈，我也错了，我不该说让周婉当我妈妈的，只有你对我最好，你原谅我们吧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当初怎么会和齐星这样的王八蛋在一起？有事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女方，难道她裤子是自己掉地上，周婉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怀孕的？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好，原谅你们也可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往日对我态度极差的两个人像狗一样跪在地上，冲我疯狂点头。好，你说什么我们都答应，把你们伤害过我的事都说一遍，不然我过不去。两人面面相觑，说了就能原谅。我淡笑，说出来就过去了。齐星咬了咬牙，全吐露了出来，不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。原来他和周婉一直都没有断过联系，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说完以后，他拉住我的袖子，老婆，是我太迟钝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从始至终爱的都只有你一个，我只是被周婉那个贱女人迷惑了。但是你放心，以后我真的只爱你。好，看齐星的坦白起到了作用，儿子也开始反思过往对我的颐指气使。妈，我不该把你当保姆，以后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做梦，眼看目的已经达到，我一脚把儿子踹在了地上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晃了晃手机，把镜头对准了他们，来和直播间的家人们打个招呼吧。
妈的，你这个婊子敢算计我们！齐星知道自己被当成猴给耍了，立刻跳了起来，想过来打我，但是躲在暗处的保镖立刻跳出来，把他摁在了地上。狼狈地倒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像一个小丑，儿子的脸被摁在地上，嘴里有土灌进去，他满脸是泪，拉住我的裤腿喊我：妈，你不是说你最爱我了吗？你忘了吗？你已经把你妈给扔了，现在你的妈是周婉。我踢开了他抓住我裤子的手，戴上墨镜离开了这里。从我露面后，齐星他们不停地联系我，我就知道他们是一个隐患，如果从我这里得不到他们想要的，他们很可能会捅我一刀。网络时代，有时候想解释一句污蔑，难如登天，即使我能澄清，我的名声也会受到影响，而且会永永远远被这样的烂事缠着。我不会给他们泼我脏水的机会，并且我新书要出版了，之前买我版权的新剧也要上了，不如这个雷由我自己亲手点爆，不仅能以绝后患，还能给我增加热度。所以我暗中让人告诉了齐星我的地址，带着保镖和他们在这里相遇。他们果然没辜负我的期望，蠢的可以，也坏的可以。果然一切如我所料，我再次登上热搜，网友们纷纷夸赞我的勇气，把齐星父子骂得狗血淋头。周婉也被人肉出来了，不过让人意外的是，周婉之前的作品被扒出来抄袭，许多小作者一起联合发声了，墙倒众人推，很快这3个人就变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儿子所在的直播公司接住了这波流量，他们搞了一个暴打白眼狼的直播间，让儿子每天站在台子上接受各种惩罚，不同的礼物对应的惩罚不同。听说送一朵花就能让儿子往自己脑袋上倒一盆脏水，不过1周，儿子就生无可恋的进了医院，而齐星被单位辞退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人上门来骂他，他没办法，只能在家里打周婉出气。周婉从一开始给我发消息求救，到后来发消息辱骂，我都没有理，毕竟我可没有多余的圣母心分给他了。上辈子他带头引导他粉丝网爆我的样子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不再关注这几个人，全心全意投入了新书的筹备之中。经过这些事，我有了热度，作品也很卖座，网站和编辑都在鼓励我做大做强。忙了半年，我终于完成了自己新书的出版。这本书叫《消失的书桌》，书一上架就销售一空。有媒体给我安排了采访，他问我：您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个故事呢？其实在生孩子之前，我也是一个作家，可是在生了孩子以后，我就变成了母亲。那张原本被我用来读书写作的桌子堆满了杂物，它上面有儿子的零食、丈夫的烟、新鲜的水果，唯独没有我的书。我在母亲这个身份里兜兜转转许多年，到头来却被所有人抛弃。那一刻我很痛苦，但是文字再次救了我。这是我的故事，被家庭琐事消磨的时光和灵气一去不回头。但是万幸，文学对他迷途的孩子再次敞开了怀抱。我坐在出租房的床上、地毯上，甚至马桶上看书。以前觉得家里太大，却没有一张我书桌的容身之地，现在却觉得房子虽小，却处处都是我的书桌。这本书是以一个中年女性的视角展开的，来参加的读者很多也是女性，但是她们的年龄跨度却很大。故事分享结束，有人流下了眼泪，有人为我鼓掌。我希望我的故事能给他们一些开心和力量，抵挡着漫长生活的消磨。在掌声里，我忽然在角落里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是刚出院的儿子，他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了。他拿着我的书，手微微颤抖，书页被打湿的时候，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风卷着落叶落下，我慢慢走出会场，儿子在后面跟上我。我立刻招呼保镖站在了我旁边，他声音里有了哭腔，不敢置信地问我：妈，你在防备我？我是你儿子啊。同样的话我不想再说，也没有给他多余的眼神，我只是在保镖的护送下关上车门，离开了这里。儿子在后视镜里慢慢变成了小小的样子，有点像他刚学会走路，摇摇晃晃地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喊妈妈的样子。他那时手里还拿着我年轻时候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，让我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。在结束后，他搂住我的脖子软软地亲我，以后我也要和妈妈一样当大作家。但是这次没有大作家儿子了，只有一个杀人犯儿子。儿子回家后，周婉冲他歇斯底里的发疯，指责他为什么不去直播公司，现在不仅拿不到钱，还要赔违约金。齐星在一旁酗酒，根本不管他们。你让我退学参加节目的时候就怀孕了是吧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爸呢，也是知道她怀孕才让我退学的是吧？齐星满不在乎地晃了晃头，对，反正你已经废了，就不如再练个小号。周婉听到这句话，抱着胳膊也笑了起来，就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人，自己亲妈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嫌弃的要死，别人算计你，你倒是舔得不得了。儿子听到这句话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起来，这不是随了我爸吗？蠢货的基因会遗传。周婉来不及惊讶了，因为儿子手里的刀捅进了他的肚子里，血已经流了满地。所以我想了想，这么劣质的基因还是不要留在世上了。齐星尖叫着想打电话，但是儿子已经把酒瓶子敲在了他的头上，他软软的倒下，看着儿子亲手割开了他的大动脉。爸，你也该死。儿子在做完这一切后给我打了电话，描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。妈，我杀了他们，你别挂电话，我想来见你，最后见你一次，
生活的历练终于让他有了成熟的模样。可是，一切都太迟了。他急着过马路，闯了红灯，被车给撞了。最终，我在停尸间见了他最后一面。办完丧礼之后，我转身离开，坐上了离开这座城市的车。以后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